下的誓言是年间交错的视线，这羁绊的热切融化时空法则的锁链，回忆化作勇气，静静在脑海中浮现，记得梦总有一天让全世界听见。美好的星期五又迎来了美好的 TF 年购。那么在收看本期节目的同时，大家也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方式来跟我们节目进行互动。那么互动有什么呢？具体有什么我也记不清楚，但是就是有很多嘛，比如制定我们节目的惩罚环节，由粉丝投票来决定，说不定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什么面对面互动啊，什么什么高级东西。面对面互动，但是总而言之就是特别多的互动。对。接下来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周有什么有趣的花絮分享给大家吧。TFBOYS 寒假过后的全新单曲《宠爱》今天已正式上线发布。在这个初春，四叶草是否也感受到了 TFBOYS 温暖的宠爱呢？现在就可以登录各大音乐网站收听这首 TFBOYS 的全新单曲《宠爱》。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，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。你眨着大大的眼睛，哦那么可爱，说话的手往哪儿摆？每一天上课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，每一秒内容我都很喜欢。解不开的几何图案和霓虹的脸，到底有多少个答案？我只想给你宠爱，这算不算爱？我还搞不明白。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，难过想给你肩膀，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。我好想对你宠爱，才短短几个礼拜，心情会你不在，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，忍不住的小期待，因为爱。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，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。你眨着大大的眼睛，哦那么可爱，好想把你装进口袋。其实我有一个好的想法，准备打算6到10年以后再跟你说，给你买最大的房子，最酷的汽车，走遍世界每个角落。我们再来一遍。我只想给你宠爱，这算不算爱？我还搞不明白。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，难过想给你肩膀。我把那个一放下去，你都配合。我颜色变上了。我的妈呀！那单子配了，真的是35岁了。就像刚那个弹指的话，就看你监测到。这个是不是还要粘上啊，还是怎么样？如果你们遇到3年前的自己，想对自己说什么？3年前，那个时候我在上6年级，我应该对自己说，一定要多吃一点，要保持你小胖墩儿的身材。我3年前上初一，好好学习，长大个，然后让我妈生个弟弟出来。真棒！应该就是说，你以后会有很多好的人缘。啊，人缘好，人缘好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小凯是个2次元，圆圆是个小充实。
芊芊是个韩范，小哦，小线葱，葱，小线葱，原谅我，三个圈子不同的人是怎么找到共同话题的？我也喜欢韩国的，对，没错，我们共同话题就是排位、生化、英雄联英雄赛，联赛，没有，他其实这一次是在开玩笑。其实我们共同话题就是聊到什么就是什么的。对，就是大家一起就会聊到嗨很多一些话题。自然嗨的那种。对，因为他们两个是会开一些公共的。对，我也比较喜欢韩。对他们都喜欢韩国那些歌曲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QQ 提问环节。对，好的，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。那么下面我们要给大家解答一个疑问，请讲。为什么说的这么高冷？那我讲了，有一个疑问呢，就是上一期我们不是有一个环节是留给观众，就是你来投票惩罚环节吗？是。好，没错，就是这样的。但是为什么这个惩罚环节现在节目进行了这么久都没有提出来呢？就是为什么？就交给你来讲吧。台湾生不是你来解答，那就我来解答。就是因为，这个怎么说呢？就是因为本期节目录制的时候，上期节目还没有播出，所以上期的惩罚就留到下期节目给大家。没有错误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们的队内成绩已经出来了，这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的队内投票成绩。我真的觉得很 surprise， 这开玩笑，我还是不说 Chinglish。好，我就正常一点来揭晓我们的成绩。那我们来先来说一下，你们觉得是哪一方赢吗？反方。反方吗？请问一下，我是反方还是正方？正方。对，正方。那正方赢，绝对正方赢。绝对反方。好的，下面我来揭晓答案吧。好，反方赢。我们来唱票一下，来唱票。赞成正方第一张。辩论观点。对，赞成正方辩论观点一票。第二票。正方观点又一票。又一票。正方观点还来一票。还来一票。投票的全是爸爸妈妈，你信不信？又来了一票。就是大壮哉，我正方啊！我正方。又来了一票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结果就是正方全票通过。有没有什么想吐槽一下的？你投票的都是爸爸妈妈。不是，可能是深受了 TFBOYS 模仿变形记那一期节目的感触啊，不，但是我给你看一个细节啊，这投票的有2张上面是先投了反方，然后被擦掉，对，还有这张先投了反方被擦掉的。没关系，这2票让给你们，我们很大度啊，是不是被威逼利诱了？不需要，有阴谋这里边不需要，我们赢就要赢得光明正大，对，就是这样，没错。是我的话，我就选反。因为他自己也不对呀，因为反方是自己留着用嘛，你懂。所以从心而论，你还是比较支持反方。但是我觉得一个年嘛，就是过得开开心心的，就是还是大部分还是要上交，少部分留着自己用，买一点 Q 币啊什么的，买一下表情啊什么的，多爽！不，表情怎么买啊？充一下会员啊什么的，多爽！好，那好，不谈这个话题了。以上内容是打广告。对，感谢我们腾讯 QQ 的大力支持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QQ 兴趣部落和 QQ 空间哦，耶！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想出一个叫积分榜的环节，每一期辩论赢的那一方可以积3分，输的那一队呢就会减掉1分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积分榜，为何看起来刘志宏、易烊千玺、王源的有点？为什么我是9分？什么意思？我13分，你是这儿的。为什么只有罗德信和刘琳戴帽子？哎，我觉得我好帅啊！因为长得帅的没错，就是这样的。才是点你哪看出来的？我也不知道。好了，那么下面进入我们的什么环节？天气呵，你们再来一遍，安静一点。下面进入什么环节？纸箱。好了，就是辩论环节，没错，就是辩论环节。我们先说说每个学校，大家学校都有晚自习吗？有吗？有吗？罗天熙。然后呢？不上。那大家不管上不上晚自习，都说说大家对晚自习的印象。好，现在采访一下我们高中同学，你对晚自习印象是什么？一个静。然后呢，就是要。我们现在高中的晚自习都不会有老师。你是在做学习经验？没有啊，我就跟你们说一下，高中的晚自习就不会有老师守着，然后就会有一个老师在巡查，就这样。对。如果你发现你讲话或者什么其他的事儿啊，3次以上就回家了，就不能来上。那就多说话。好，多棒，多好。千玺呢？
你马上中考了吗？我们那是晚自习，但是没有很晚，然后就是没有很晚，有多晚？是上完学之后，然后1-2个小时在学校补时间，6-7点钟，5-6点，然后周6一天要上学。周6一天多久放学？对，我们是把那个晚自习的时间排掉，然后周6上学。耶，真爽！跟你们不一样。那你们呢？都不上是吧？要上要上。那你来说。怎么说呢？4节晚自习，每一节45分钟。怎么会有4节晚自习？请问你们多久回家？ 8点半。这么这么早？你要回家？哇！不对，应该不是8点半，不对是8点半，不对不是8点半，没错，是9点半。那差不多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我们讨论。讨论呢就分成正反两方。正方呢是就这样，我知道这个题目的时候，它题目是第一是学校该取消晚自习，第二是学校不该取消晚自习。But 我们这讨论有什么用呢？学校晚自习永远不会取消，对不对？对。讨论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就开始讨论吧。我们来抽签一下。3、4、5、1、2、3 ，Go！本周我们的辩论题目是：面对着颇受争议的晚自习，学校到底应不应该取消？今天我们的少年队仍然将随机分为2队进行辩论。正方黄俊凯、王源、罗廷信观点：学校不应该取消晚自习。反方易烊千玺、刘志宏、刘依林观点：学校应该取消晚自习。面对着本方的立场，大家又能拿出怎样强有力的观点呢？辩论赛，那么现在开始。我们正梦的观点就是要继续上晚自习嘛。对。为了一个人的学习呢，我觉得是要上晚自习的。嗯，因为你这个人要想干大事，就要有一种学习的精神，不管你成就大事业。什么方面你都要学习这种精神，所以在晚自习中刻苦，然后安静的环境下学习，会让你有一种精神。可是你在家里面也可以继续学习啊。对，家里面会有很多也很安静啊。而且不要看我打断。电视啊，就是手机啊，等一下你不能打断，这是我的。电视、手机，或者说爸爸妈妈、学习机、弟弟啊，弟弟啊，会影响你的学习。在学校里面能够安静的环境里面，可以效率更高。对，学校里有一种学习的氛围。好，正方关你我。但是，你先说。但是那些高中生或者大人不是说青春最可贵吗？对不对？对啊。所以我们青春该干什么呢？青年手册啊。你听我说，就是你们是不是在那边要上很晚才回家？作业也很多，然后在自习室还要做老师练习题，你回家还要做自己作业，就是你们要多久下课？9点45。对啊，你回家就很晚了，然后对啊，你还要做很多事，然后你怎么玩游戏？怎么玩 QQ？ 不会，像我这种离家有一点距离的人，在路上玩，小马哥会来接你。在路上玩，回家就你不要打断我的讲话好不好？回家就是直接睡觉，第二天会有个好精神，然后所以你们作业是在学校写？对，都写。然后周末的时候才能玩，知道吧？对，周末的时候会玩的更嗨一点。你们，我打断一下，就是你们回家对不对？嘿，回家是不是？嘿，继续。嘿，有。好，默认你们晚自习有女同学，但是不然没有吗？咣。万一你们的家离这里很远呢，他们又要自己回去，所以对，父母会考虑人身安全。但是父母会接啊。不一定会接啊。有时候父母很晚回去会有安全的。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。好，到我们这边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学习成绩这么好吗？成绩这么快吗？就是因为晚自习，晚自习给了我如沐春风、福如东海的力量。他让我学习成绩步步高。但是晚自习摧残了你的青春，你的青春年华很可贵。不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你如果觉得青春只有玩的话，那么我就认为你回家。那么我认为你觉得回家还是要学习啊。你在学校同学一起很吵啊。不会，很吵。对啊。学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环境，好吗？然后老师也会给你布置很多练习题，还不如自己回家学。不会布置练习的，不会，老师只会让你自习。比如说你这科不好，就让你补这科，懂吗？不懂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们晚自习有时候哪方面比较薄弱，他会单独给你辅导一下，就像小课一样，单独给你讲一下。然后
可能初三的人多了，他就是管一下纪律什么。我也不清楚你们情况，但是你们还是要回家自习啊。然后老师教你们功课，然后自己学习，自己家里面环境更要安静一些。为什么教室里你们就会认为不安静呢？不安静的，不安静的。因为有那些捣尽管台湾乱的同学啊，人说话就这样呢。有那些捣乱的同学啊，晚自习不可能有捣乱的同学，晚自习不发出一点声音的。我们那儿说的晚补就是老师上课。按照你这么说，学习晚自习教室里面就很闹的话，那你就不要上学，直接在家里面学就好了，不要去学校。但是不要去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不要去学校你自己还是要回家学习。对，这肯定回家是要在晚自习这么宝贵的时间，老师教。我也不信你回家会学习。我回家回家买都是啊，没这么钱，没。我有钱，我任性。咣！你等一下，这样，我觉得我们要控制一下时间，每一个方在阐述自己最有力、最光的一条观点，来抨击。咣！你们先来，我先你理清一下思路。哎，哥叫我留着红梅怎么说话，让他来说。对，啊，好吧，我就觉得吧，我就感觉我自习课会睡觉的，自习这么晚了，还不如回家呢。回家你更睡有床哎。等一下，如果你说你在学校里面自习都会想睡觉，那么你回家我就认为你的意思。那我就直接睡觉了呗。是啊，那这样我完全觉得你这样就是废了一个晚上的时间，就一个晚上直接睡觉浪费了。回家睡得更舒服啊。在学校里面上晚自习的时间，如果全部拿来睡觉的话，那么你白天就只有听课的时间了，懂吗？回家会更那你想陪弟听课的时弟玩啊间在睡觉吗？陪狗玩。陪弟弟玩、陪狗玩都行。好，那就此打住。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此结束。那么我们最后投票结果呢，就留给屏幕机前的你们来竞猜了。到底是谁赢呢？下期我们来揭晓。那进入下一个环节，游戏环节。等一下，再来一遍。进入下一个环节，咚，游戏环节，咚。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分一下组。好，来，俗话说得好，什么都好，就是没有辣条好。今天的辣条争夺赛，双方随机分为两队。基本规则：双方各派一人迎战，两队队员分别咬住辣条两端，以拔河形式抢夺辣条，最终断掉的辣条留在哪方最长，哪方获胜。你们两个过。我是羊，你是一啊，那我就过。好的，下面有请拿出我们的道具辣条，上我们的最佳男厨小马姐，这可是小马哥亲手做出来的一根根充满心血与爱的辣条啊！大家一定要把它吃完哟。好，那下面进入我们第一轮比赛。我们第一轮呢，每队派出一个人，我们来先派谁？一个人玩，石头剪子布。这个完全是运气成分。赢了的先来，赢的先来。好，3、2、1，赢了的上。好，石头剪刀判。好的，那么就你们俩决胜，看谁去吧。啊！因为我输了，你想啊，我石头剪子布这个游戏我输了，我已经吃亏了，我很伤心，所以你们两个决定就行。那前一局呢？前一局我你赢了，赢了，你很开心。那去啊，你很开心去啊。但是刚才我已经被悲伤情绪掩盖了我的开你们心。想好了，我们已经想好了。对。好，你们谁？我们就是刘志宏啊，对吧？刘总队，喂，他。好，那刘玉玲吧，对刘玉玲好。都为话筒。那么现在我们拉条争夺战开始。反正不管你们怎么弄，反正最后是两个怼在一起，撕这个辣条，懂吗？你们快来，你们先准备好了，我就要开始。先咬，先咬你。哎呀，好凉的，好凉的咬的。干嘛？你别。哎，注意你嘴别往前推。刘你咬这一头，咬这一头。不要动，你咬那一头。不要动，不要激动。注意口水，注意口水，不要激动，注意口水，注意口水。这不是我安排的，好，你们三个人可以开始撕扯了。不用说好，了，那刘月玲就赢了，这没有多不。用说了。那第二轮多轻松啊！送你去。胡死！好，你确定？我们对。
好哎呀，那么我们现在担心的一个问题，你们俩身高差这么严重，咬得到吗？等一下，我要把这个拿过来做统对。不要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来，开始。 Come on，来咬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扯，小心点。扯，哎呦，你怎么挂了？我们赢怎么了，挂了？放在这边，放在这边。因为他要摔倒了，我再过去。好，那我们第三。第三轮，这样辣条的滋味是不是很爽啊？有点咸。对，这才辣条的真谛。嗯哼，加的，我赢了。基本上都是整根扯下来了。哎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扯断了，然后直接好吃了。那对呀，你去吃，啊，算了，都给你。啊，第一轮就是什么赛？个人赛是吧？对我们队积3，赢了你就积3分。好，这个要积分吗？对啊。对啊，你不早，不知道。要不重来？好，积1分，我们今天就积3分了。好，下面是团体赛。团体赛呢，按那个谁的说法就是，也是像刚才这样，但是是加起来连起来比长短。比长短。那我第一个上了。我也不第一那个上。我第一个上，谁第一个上？你们第一个上。我第一个上。好，那就你。好，来吧。你最弱啊，强的要跟瘦的，你没学过吗？这什么田鸡赛马吗？田鸡吧。哎，往上涨。哇！漂亮，这么厉害！漂亮。哎，说过来了，哎，猪嘛。我们呢？吃了辣条头昏脑胀的。你吃，不，你站第二个，你就按这个上。哎呦，等一下，好，不是，下面就是个人赛，李家屯对一家屯的战斗开始，快，加油啊！哎，别退缩，跟他两个战。哎呀！漂亮，已经赢真是太了，已经。没有，还有，还有一个嘛，还有一个。我就输给他也在行了。哎，辣条真好吃啊！哎，这种吃了吧？还有油，哎呀，这么。这个耍赖吧？你咬啊！你反正你们都赢，重新来。还辣，好恶心，还吃，哎呀！好，那么第二局就是你们赢了是吧？好，你们队团体赛赢了，积3分。既然我们2队都积了3分，就要进行最恶心的加时赛。对，好，很赞。你们那边派谁出来？有没有选好？手心手背，手背吧。好来，手心手哎，背，行，我这么大。手心手背，手心手背。好多油呀！对，玩这个游戏就是不要脸。要惊心动魄，对不对？你们每人先咬一口，每人先咬，你们咬一口，每人先咬，你们咬一口。好帅！哇，你好怂啊！哇，爸，我还没要开我了。哎，罗欣，我还没要开始呢。反正我给你咬下来了。没有开玩笑。好，那就让我们队就赢了吗？你们就赢了。那我们就分一下辣条。来，你分。哎，给我们一条呗。这是你们先拿着，先别往进去咬。这就是属于胜利者的殊荣，小马哥制作的辣条。对，那么我们就要接受惩罚了。惩罚呢，还是由正在观看节目的你来制定，你来投票到底是什么惩罚？希望不要很惨。对，仁慈一点就 OK 了。没错。那么我们现在就结尾了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要感谢谁？小马哥。谁在这感谢小马哥？要感谢 QQ， 是不是？来，我们一起说感谢。好，我来说。我们需要感谢的是 QQ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，还有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QQ 空间和 QQ 星际部落，来关注我们与支持我们，耶！
感谢长得肉肉可爱想捏捏的腾讯 QQ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本节目由让你不再去影院花冤枉钱的腾讯视频独家播出。关注能让你做游戏惩罚者的手机 QQ TFBOYS 兴趣部落。关注每天就想进去看朋友评论我说的 QQ 空间。本节目由老马格辣条赞助播出，百年经典，中国美味。本节目还由宠爱你一生的 TFBOYS 淘宝周边店赞助播出。那我们现在进入分组啊。好，是杨子荣。那为什么这个作人雕就是雕书呢？座山雕，因为他们觉得我老。三爷有了，带，对的。锵锵锵锵，锵！天王盖地虎，宝塔镇河妖，莫，正想五十说话，谁都没有家，脸怎么红了？容光焕发，怎么又黄了呢？防冻涂的蜡，哼！没打到，我是打了灯。哇，一枪打2个，那么，哈哈，你是许里长的人了。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，胡彪，什么时候跟的？许旅长当警察署长的时候，听说许旅长有2件他最爱的宝物，正是大刀和宝马，什么马？卷毛青鬃马，什么刀？日本指挥刀。何人所赠？日本皇军所赠。什么地方？牡丹江五鹤楼，五鹤楼。叫，偶然听别人的歌，会有许多感慨，一时间心里泛起许多的迫不及待，平息了连连风尘，才知道，那些曾经拥有却不是爱，握着的手已是昨天，做了没说的事，你是否真的明白？梦里遇见就一样的你，醒来时飘着片片红叶的现在，常常想时光的事，多少有些无奈。他们说不必惦念着你的回来，但忘了匆匆而过的故事。日子总是无聊，偶尔精彩。走过的路已是昨天，做了没说的事，你是否还在期待？梦
片片红叶的现在。昨天的你可能想到昨天的未来如现在，现在的你可能想到现在的未来，未来的你可能想到未来的未来。像昨天你不在也许那一天一朵云带给你一点悲哀，也许那时你会回忆起现在，也许我如那一片红叶，飘进你这样美丽的梦里来。昨天的你可曾想到昨天的未来如现在，现在的你可能想到现在的未来，未来的你可能想到未来的未来。像昨天你不在也许那一天一朵云带给你一点悲哀，也许那时你会回忆起现在，也许我如那一片红叶，飘进你就一样美丽的梦里来，飘进你就一样美丽